这是监控拍下的诡异一幕，大量山雀集体飞蛾扑火般撞向大楼，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就有8只山雀因撞击大楼而死亡，甚至在现场的地上早已躺着一地的山雀，它们都四肢僵硬，显然已经死去多时。这画面是那么的令人毛骨悚然，路过的学生被这可怕的一幕吓得失声尖叫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据楼下一位开餐厅的大叔说，最近每天都能发现大量的山雀离奇死亡，具体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。为了不影响周围的环境，因此他每天都要出去好几趟，将这些死去的山雀收集并处理好。大叔经过多日来收集山雀尸体的经验，发现这些山雀大部分都是出生没多久的幼鸟，而且在它们的身上并没有发现致命的伤口。大叔实在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山雀暴毙的。检查过程中，大叔还发现了一只幸运儿。这只山雀张着嘴巴，虽然虚弱但还活着。大叔连忙将它带回店里，为了点清水给它。看到小家伙动了动嘴巴，大叔也是松了口气。可当将它放在花盆里时，发现站都站不稳，并且眼神迷离，一副神志不清的模样，似乎刚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事情。由于这种诡异且恐怖的事已经持续了1周，让附近的住户和商贩每天都提心吊胆的。有些人开始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，甚至已经打算搬离这里，从而躲避危险。因此必须要尽快搞清楚山雀离奇死亡的真相。工作人员开始挨家挨户拜访周围的居民，希望能从知情人口中获得点蛛丝马迹。可大家都表示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有些人猜测一定是某人的恶作剧。好在最后从一位保安口中获得一些线索，从他口中得知，这些山雀竟都是撞大楼自杀而死。起初大家并不相信保安的说辞，但之后经过实地勘察一圈后，才发现所有死去的山雀都围绕着这座大楼。虽然这一切都验证了保安的说法，但大家还是不相信山雀会傻到撞楼自杀。难道是这栋大楼出现了某种问题吗？于是工作人员在大楼各个角落安装了摄像头，希望能通过监控来还原事情的真相。第二天，当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这栋大楼时，果然发现又有几只山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那么监控一定拍下了整个过程。于是大家紧张地盯着监控画面，从而揭开真相。令所有人震惊的是，这些山雀就如同保安大叔所说的一样，像着了魔似的一只接着一只撞向大楼的玻璃，接着便从几十米高空狠狠摔落在地，几乎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性。即便已经通过监控看到事发全过程，可大家还是无法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。他们一致认为山雀绝对不会傻到去自杀，没有办法，最后只能请来鸟类专家帮忙。专家挨个检查着死去的山雀，叹息道：太可惜了，这些原本可都是一只只鲜活的小生命啊！恰在此时，又有一只山雀撞击玻璃从高空摔下，专家急忙上前查看有没有救治的机会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小家伙的伤势太重，已经无法挽回。就当专家正在观察和思考之时，短短几分钟时间，又有8只山雀接连撞窗而死。专家表示，这种山雀大规模死亡的现象太罕见了，大概率是因为鸟类的运动路径出了问题。之后经过调查才发现，原来这片区域曾经是一座大山，四面也都被大山和茂密的树林包围，后来被人类开发改造成商业住宅区，而这里也成为了鸟类迁徙的必经之路。由于大楼的玻璃是透明的，让路过的鸟类下意识认为能够穿越过去，所以在察觉到危险时已经绕不开这栋大楼，最后只能认命般重重撞上大楼。而这段时间刚好迎来了鸟类迁徙的高峰，所以才会频繁出事。其实这样类似的事情每年都会在各地发生，因为季节变化，鸟类需要迁徙到温暖的地方，而伴随着人类的高速发展，原先的树林大山都被变成一座座高楼大厦，导致了无数鸟类在迁徙中面临相同的遭遇。那么要怎样才能阻止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呢？专家建议可以在玻璃上贴一些亮眼的装饰品，能让山雀一眼察觉，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。当山雀在飞行中看到前方有障碍物时，自然而然就会提前改变路线，选择绕行。果然经过1周的测试，这条街道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山雀撞楼的现象，而之前那只被大叔救助的小山雀也恢复得很好，甚至还有种赖在大叔家不走的架势。大叔决定等它彻底恢复后再自行选择去留。不过看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搞明白，按照专家的说法是高楼挡住了山雀的路，可在大叔生活的这片区域明显不止一栋高楼，那么山雀为什么会只盯着那一座大楼撞呢？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家门口突然飞来一只奇怪的小鸟，没想到当小哥打开门后，小家伙竟大摇大摆走进了屋子里，自来熟的在房间里东瞅瞅西瞧瞧，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，完全不把一旁的小哥当回事。起初小哥以为这家伙是口渴了，于是在阳台上准备了一盆水给他喝，接着关上房门，打算等小鸟喝饱后自行离开。没想到这家伙脾气还挺大，当发现房门被关后，竟直接跳起来去踢门，仿佛在呼唤小哥赶紧给他开门，一副奶凶奶凶的模样，看起来特别呆萌，加上那一身漂亮的羽毛和圆嘟嘟的小身板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但小哥实在想不明白这只小鸟到底想干什么。不过来者皆是客，于是小哥去抓了点新鲜肥美的虫子，准备好好招待这个特殊的客人。当发现有美味后，小鸟瞬间变得开心起来，立即狼吞虎咽，把小嘴巴塞得满满当当，生怕错过这次，下次就没这种好事了。搞半天他只是肚子饿了，想要找食物吃，
只见小鸟几口就将碗里的食物吃了个精光，这才心满意足喝了点小哥之前准备的水。然而让小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只是一次简单的投喂，竟然就被这只厚脸皮的小鸟给赖上了。自那以后，这只小家伙隔三差五就来拜访小哥，而小哥也每次都会准备点食物来招待他。这天，小鸟和往常一样来光顾小哥家，可小哥恰好有事外出，并不在家。小家伙伸着脑袋打量着紧闭的房门，可他并不知道真实情况，他以为小哥故意关门不想招待自己。不过小家伙并没有因房主闭门谢客而就此离去，反而是跳起来用爪子不停地踹着房门，仿佛在告诉小哥快点开门，麻溜地把食物拿出来。可忙活了好半天都没能得到回应，小家伙就直接守在门前整理起毛发，似乎是铁了心要蹭到今天的饭。小哥事后通过监控看到这一幕，也是哭笑不得，于是之后在门口放了2盆水，避免自己不在家小鸟会没水喝的情况。没想到小鸟把其中的红盆当成了洗澡盆，有事没事就钻进去泡个澡，巴适的很，真是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外鸟。几天后，这家伙竟然还带来另一只同类，看样子另一只小鸟应该是她的丈夫。只见小两口子来到隐蔽的阳台商量一番后，竟开始偷偷摸摸往小哥的家搬运枯枝树叶。就这样前前后后忙活了2、3天后，2只小鸟就在阳台上成功搭建了一个巢穴。仔细观察后才发现，那只小鸟已经怀有身孕。原来无家可归的他们想找个安全的地方下蛋，于是分开行动，挨家挨户的寻求帮助。而其中那只雌鸟则来到小哥家拜访。在这段时间的相处过程中，雌鸟被小哥的善举所打动，认为小哥是个值得托付的好心人，于是喊来丈夫，决定在小哥家筑巢繁衍后代。短短几天时间里，鸟妈妈每天都会下1枚蛋，一共下了5枚蛋后，便开始专心孵化后代的工作。而鸟爸爸则为了养家糊口，四处奔波寻找食物。善良的小哥时不时会准备一些虫子接济他们，聪明的鸟爸爸也读懂了小哥的好意，每次都大摇大摆叼起虫子，转身带回去给妻子。经过鸟夫妻一段时间的孵化，幼鸟们终于相继破壳而出。然而这只是鸟夫妻艰难育儿过程的开始，一下子多了5张嘴吃饭，让鸟夫妻更加忙碌，他们不得不轮流外出觅食来养活孩子们。在鸟夫妻精心照料下，幼鸟在一天天茁壮成长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睡醒了就张着小嘴巴朝鸟父母要吃的。因为这段时间的忙碌，鸟妈妈都瘦了一圈，好不容易将几只幼鸟照顾到羽翼丰满，又突然发现狭小的巢穴已经住不下他们一家7口，而这时候的幼鸟们也只有半个月大，还不能真正掌握飞行本领离开巢穴。直到一段时间后，幼鸟完全褪去稚嫩，鸟妈妈开始带着孩子们在屋顶上闲逛，尝试着教会他们更好的学会飞行，但离他们学会独立生存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。如今小家伙站在电线上，仍需要鸟妈妈的投喂，并且伴随着幼鸟身体越大，胃口也越来越大。鸟夫妻每天几乎不停歇地去寻找食物喂饱它们。通常鸟父母在野外筑巢最多能孵化出2到3只幼鸟，而他们选择在安全隐蔽的阳台繁育后代，再加上有小哥的接济下，才将所有鸟蛋孵化。然而同时想要将5只幼鸟喂养长大并不轻松，鸟父母已经渐渐开始感到有些力不从心。没想到这天居然带着幼鸟来小哥家蹭吃蹭喝，不得不说鸟妈妈实在是太聪明了，在意识到自己可能养活不了幼崽们后，竟然还知道去寻找小哥的帮助。如今在小哥的帮助下，吃喝都有了保障，这几只幼鸟以后就是想饿肚子都是难事。在此不得不感叹，真是万物皆有灵性啊，就是不知道这几只幼鸟长大后会不会也赖上小哥呀，那时候的小哥又会是个怎样的反应呢？不过看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搞明白，这种黑白相间的可爱小鸟到底是个什么品种的鸟类呢？大叔在路边捡到的奇怪的包裹，里面竟然住着一只可爱的小鸟，并且旁边还有着一颗超级小的蛋蛋，这难道是这只小鸟生的鸟蛋吗？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，大叔决定把它孵化出来养大一探究竟。原本大叔打算将这枚鸟蛋交给小鸟孵化，可小鸟对于这枚蛋蛋的行为却特别的反常，它不但没有专心孵化，反而还拼命地啄着这枚蛋蛋，似乎在告诉大叔这枚蛋压根就不是他的。无奈下，大叔只能小心翼翼将鸟蛋放进孵化箱中，开始主动承担起孵化鸟蛋的重任。而硕大的孵化箱中却只有1枚小巧玲珑的蛋，看起来着实有些大材小用。经过几天的孵化，大叔迫不及待拿着灯光探查鸟蛋内部，发现小小的鸟蛋是受精过的，也是松了口气。就这样又过去了几天，在光照下发现蛋内的小生命已经有了胎心，并且被一层类似蜘蛛网的血管围绕着，这表明着蛋壳内部正孕育着一只健康的小生命。一段时间后，已经能很清晰看到幼崽的心跳，这更加激起了大叔孵化出它的欲望，开始全天候寸步不离守护着这枚蛋蛋。这天，大叔突然露出老父亲般慈祥的笑容。原来经过多天的孵化，幼鸟终于迎来了破壳而出的日子。只见小家伙不停地扭动着小小的身体，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了。大叔见状，忍不住上手摸了摸它，因为这种超级小的幼鸟他也是头一次见，即便加上蛋壳的体积都还没手指盖大。破壳而出的幼鸟身上长着几缕白色的毛发，此时它躺在桌面上，看起来非常虚弱，
这让大叔激动的心情渐渐转变成了担忧，他很担心是否能将这么小的幼鸟顺利养活。没想到只是短短2天的时间，小家伙脑袋上竟然长出了一撮雪白的毛发，远远看去居然有些杀马特的感觉。由于幼鸟体型太小，加上比较虚弱，因此大叔每次给它喂食都会相当费力。大叔就像老父亲似的，总担心幼鸟会吃不饱，总不断的拿着喂食器，希望小家伙能多吃点。小幼鸟最终还是没能抵过老父亲的关爱，他无奈的张开嘴巴吃下大叔投喂的食物。按理说这么小的幼鸟吃2口应该就能饱，可大叔总担心小家伙会饿着肚子，基本每隔3个小时就会投喂一次。不得不说，大叔对他的照顾真是细致入微，绝对可以称得上一位合格的超级奶爸。在大叔无微不至的照料下，几天后，小幼鸟的身体已经明显大了一圈，就连原本的白色绒毛都已经蜕变了颜色。此时的小家伙已经学会主动昂着脑袋要吃的，可没想到只是1口食物的量就直接把它压趴。虽然每次喂食都需要非常的有耐心，但大叔不仅没有厌烦，甚至还乐在其中。幼鸟的到来既让他体验了一把父母的感觉，并且还给原本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。不久后，幼鸟已经可以张着嘴巴主动朝大叔要吃的了，身体明显也比之前要强壮了太多。由于大叔每天都会按时将食物送到嘴边，现在的小幼鸟整天除了吃就是睡，身体更是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下快速成长，可谓是一天变化个模样。这天，大叔在厕所里洗漱的时候，突然从衣服里掏出来一只可爱的小鸟。只见小家伙叽叽喳喳地凑到大叔脸前撒娇卖萌，大叔见状无奈地摸了摸小鸟的脑袋，小家伙这才乖乖站在肩头允许大叔洗漱。即便飞走后，只要大叔一伸手就会立即飞回到手心，而它就是大叔从小拉扯大的那只小幼鸟。没想到长大后竟然会如此的有灵性，或许是出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叔，因此理所应当将大叔当成了亲生父母，像个粘人的小妖精似的每天黏在大叔身边，无论大叔走到哪他就跟到哪，时时刻刻都想黏着大叔永远不分开。而他长大后的模样确实和之前那只小鸟不太一样，难道那只鸟真的不是这只幼鸟的妈妈吗？不过看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搞明白，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到底是个什么品种的鸟类呢？